好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带大家来体验的是这台鸿蒙智行旗下的首款旅行车享界 S9T。这外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 S9T 这台车它在拿样这一块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。所以这台车呢，它有享界 S9 的这个底子，然后配上旅行车的这个造型，在这么大的尺寸上呢，它就能把旅行车这个线条给做得非常的舒展。而且这个车整个的姿态也很低，看上去确实是很有样。然后咱们看看设计上的细节，这大灯大家非常熟悉了，还是华为的这个像素投影大灯，然后下边也是有这个璀璨星河的设计，而且 logo 也换成了全新的这个 logo， 看上去确实是很精致。那外观部分呢，除了它变成旅行车这个形式以外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尾灯了。它尾灯也是做的这种类似于银河呀、星汉的这种感觉，它是跟车头作为了一个呼应，那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既然是旅行车呢，当然要看看它的后备箱装载空间。哎，打开尾门，你会看到一个小设计细节，它这个两边竟然还给你留了两个最大3公斤承重的两个小挂钩，这可能在户外露营什么的时候确实有用啊。然后咱们往里看，哎呦，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豪华车，它就是不一样，这小盖板上面都给你弄了一个皮质的拉手。掀开这个盖板，哎，这个设计也很到位，它可以放在这儿，然后底下是一个小储物格。另外呢，这个后备箱其实还有很多细节，就是后备箱有一个220伏的插口，然后呢，它的后排也是支持一键电动放倒去拓展空间的。那我觉得整个装载能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来到享界 S9T 的车内呢，其实这次它在细节和一些配置上也是进行了升级。那首先它布局跟享界 S9 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这次它新增了一个副驾的屏幕。而且中控屏也升级到了16.1英寸 3K 的这块显示屏，下边还带一个华为的小 logo。那这块屏幕的显示素质呢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其实之前的那块屏幕呢，确实鸿蒙智行的车型已经用了非常久了，那今年终于是给它换掉了，这个点个赞。那接下来咱们看看配置上提升。首先就是你翻开这个中控扶手箱，你会发现底下是一个冰箱，这个开口不是特大，但是其实它里边的进深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它是一个两面都可以翻的，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。然后空间部分，前排呢，我觉得坐姿还是比较舒适的。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想吐槽一下，就是它的这个仪表盘放在了比较远的位置，所以我看的时候是要越过方向盘去看的。那这个圆形的方向盘呢，肯定就是多少会挡一些视野。不过整个人坐在这儿坐姿，我觉得是正确的。头部大概有1拳多的空间，而且如果你把这个帘拉开呢，有全景天幕，会感觉更透亮一点。OK， 咱们去后排感受一下。OK， 那来到后排，其实整个的空间感受还是可以的。腿部大概有2拳多的空间，头部也是有1拳，而且这个车它的天幕带遮阳帘啊，这个非常好。但是啊，我觉得有一点不足，就是大家能看到这后排地台很高，所以我坐在这儿的话，这个腿部坐垫的支撑是比较差的，就它有点小板凳的感觉。空间 OK， 但是这个坐姿不是很舒服。然后看看配置上的变化，这次呢，它在两侧的壁柱都增加了这个空调的出风口，那制冷效果确实比之前好。然后往中间这儿看，可以看到新增了一个磁吸，而且能拿下来的小屏幕。它上边呢是有很多后排的一些控制，包括音乐呀、隐私模式啊、影院模式，包括你的空调和座椅的调节都可以在这上面完成。而且放回去的时候也真的很有仪式感，一吸，然后它自己就收回去了。然后它的后排的豪华配置呢，也是一点没落下啊。首先就是电动升降的遮阳帘，然后它的后排座椅也是支持这个靠背电调，还有这个腿托的电调。不过这个腿托确实，即便你调到最往上的这个状态呢，它对腿部的承托也还是比较一般。希望这个能后边优化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配置了，就是前面32英寸的这个大投影，然后右侧有一个小桌板，两个座位中央的扶手呢放下来，它也会变成一个有点4座车感觉的这种氛围。我觉得这个车后排的整个豪华的氛围还是到位的。OK， 那咱们开起来聊聊这台享界 S9T 的驾驶感受。这台车是有纯电跟增程2个版本的，我们把具体的参数放在屏幕上了，大家可以自行查看。那我们今天试驾这台是增程版的车型，它其实增程版车型呢也是有这种大电池包可选的。那长续航版本的增程车型，纯电续航里程也能来到354公里，那满足你1周的城区通勤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另外这台车我觉得在驾乘体验上呢，其实给人的感受非常符合预期，它就是这种豪华行政轿车的感觉，整个车非常的安静，
要知道这台车呢，它可是用了无框车门的设计，但整个车里边的隔音依旧是非常的出色。那在底盘部分，这台车用的是空气悬架加上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的搭配。底盘的风格呢，我觉得还是以这种舒适性为主，它会过滤掉路面绝大多数的颠簸，但是呢，在你相对激烈一点驾驶的时候呢，还是能提供一些路感的反馈和不错的支撑性。不过呢，这种特别激烈的驾驶风格呢，就不太适合这台车了。毕竟它这个旅行车嘛，我们开起来还是以这种舒适惬意为主。那支架部分呢 ，S9T 也是搭载了最新的华为 ADS4 驾驶辅助系统。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环境呢，人烟比较稀少，路况比较简单，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后续我们会在北京拿到试驾车去测一测我们一联传统智驾路线，看它表现怎么样。那在您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呢，想捷 S9T 应该已经公布了它最终的售价，大家对这个价格满意吗？那其实这2年随着市场的发展，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旅行车和列装车出现在新能源车市场。这台车我觉得在姿态上，包括说它开起来的体验上，确实是很到位。向往诗跟远方的您，想不想拥有一台呢？